你知道吗？处女膜这个长在女性外生殖器上面的组织，其实不是一层薄膜，而且它的中间其实有一个洞。但是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女性都会选择在结婚前去医院做处女膜重建手术，想要把处女膜缝合粘贴起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这片膜又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处女膜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处女膜是一层长在女性阴道口的黏膜组织，从它的名称呢就可以发现，有很多人呢会把它跟处女之身做连接，而且呢被当作是女性还保持着处女之身的证据。在许多的国家还有社会当中，有很多新婚夫妻还有双方家庭最在乎的，就是要亲眼看到新娘在新婚之夜经过第一次性行为之后，因为处女膜破损出血而落红的血迹，借此确认新娘在婚前是一位行为检点的人，也因此不少女性会在婚前去做处女膜重建手术，来把处女膜恢复原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这些现象都显示，在这些社会当中，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相当的重视处女膜的完整。但你知道吗？其实初夜会落红这个印象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哦。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处女膜到底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这么的在乎它的存在吧。不过按照惯例，在开始之前，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一直以来，性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学校教的少，长辈避讳不谈，连 YouTube 都要黄标。就算是这样子，大家依然会觉得好奇，并靠各种方式自己摸索。但你知道吗？没有掌握正确的观念或是方法，就贸然的踏入实战，有可能会让我们在无意间伤害到自己或是身边的亲密伴侣。我们觉得这些伤害或遗憾其实是有机会避免的。所以图文不符上课楼跟知名的义务梗塞团队合作推出了线上版的性爱课程《大人的床上家教班》。在这样的课程里面，讲师们将会带来完整专业的性知识，除了让大家避免受伤，还能够舒缓实战中的尴尬跟不适，获得更多的快乐。而最贴心的是，这个课程中呢，有依照性向设计了2个主题，让每个有需求的人都有更多元的选择。目前课程已经在 PressPlay 全数上架，现买就能线上。更多的课程介绍，欢迎到 PressPlay 的页面搜寻了解大人的床上家教班。刚刚说到，很多人以为女生在第一次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因为处女膜被戳破，所以会流血。但这个印象其实是错的。女生的第一次性行为的时候呢，并不一定会流血，而这是因为处女膜本来就是破的。很多人可能会想象处女膜就像一片保鲜膜覆盖住整个阴道口，但其实这边这几种才是处女膜真正的样子。有些孔洞呢是圆形的，有些则是垂直、半月、筛孔状等等的形态。也就是说，处女膜不是一层完整的膜，而它真正的名称呢，则是阴道冠。阴道冠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普遍推测是为了防止细菌进入阴道而存在的。那虽然阴道冠的这个厚度大约只有1到2厘米但却有着一定的弹性，因此它不至于会因为日常的活动就裂开变形。通常也只有生产完的妇女，阴道冠的形状才会变得比较破碎。那说到这里，可能就让很多人相当疑惑，既然阴道冠本身就有洞，而且还有一定的弹性，那为什么有些女生的第一次会流血呢？第一次性行为之后会流血，其实是因为阴道冠受伤了。比如有些女性的阴道冠开口比较小，厚度比较薄，又或者是因为弹性没有那么好，就有可能在性行为的过程当中因为撕裂伤而流血。对他们来说，阴道冠也不一定只有在性行为的时候会受伤，有的时候激烈运动，甚至是不小心叠一叠，都有可能会导致阴道冠破损。那相比之下，有些女性的阴道冠弹性比较好，足以应付性行为带来的冲击。那么不论是第几次，它可能都不会有出血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从阴道冠是否完整来检测或者确认一位女性是否曾经有过性行为。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相当重视女性的贞操，他们无论如何呢，都要找到方法来确认新婚女子的处女之身，也因此发展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检测方法。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就常常会提到一种古代中国会使用的处女侦测工具，叫做手工纱。人们会把手工纱点在女性的肚脐或者手臂上，如果没意外的话呢，手工纱就会一直存在。但因为女性失去了处女之身，手工纱就会马上消失。而另外呢，在欧洲的历史上面也流传着一些侦测处女的传说，例如传说中匈牙利的这个齐格纳人会用黄杨树枝刺穿3只喜鹊的头，并放在新娘的枕头底下。如果新娘已经不是处女，那她就会在睡梦当中成真。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大家到底为什么会对处女这么的执着呢？
据说中世纪的欧洲庄园领主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权利，叫做初夜权，也就是他可以拥有庄园里面所有女性的第一次。我们并不太确定这个初夜权在真实历史当中究竟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个传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传闻看出那个年代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女性的。在过去的社会当中，一个男人的社会地位都透过他拥有的一切来定义，而其中女人也跟其他的物品一样，被当作是一种私人财产。那既然女人是财产，有的时候呢还可能要用钱来买，那么大家自然会希望自己得到的女人呢是全新的、完整的，并且对她有100% 的所有权。而这样的期待不只反映了在那个年代男性对于女性的占有欲，也反映了男性延续自己血统的压力跟期待。因此他们会要求新婚女子必须要是处女之身，而女性为了要能够依附在男性主导的家庭中生存，他们也就必须要把保持处女之身当作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定义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进一步巩固了整个社会的处女情结。不过也不是所有社会的处女情节都是因为这个脉络而诞生的。例如中国明清时代强烈的守贞观念，比较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分支程朱理学很大的影响。据说在程朱理学成为主流学说之前呢，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贞操不会过分计较，女性如果因为丧夫或是离婚而改嫁都是 OK 的。但是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呢，一切就不同了。北宋理学家陈颐曾经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妇女就算因为失去丈夫而难以生存，也不应该改嫁，而是应该要守贞。而到了清朝之后，这样的想法甚至变成了一种道德规范，人们会特别树立贞节牌坊来嘉许守贞的女性。但话说回来不论是东方或是西方，现代对于处女跟贞操的道德要求都已经减少很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20世纪的初期，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程朱理学提出反抗。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主张要打倒旧礼教，反对社会对于女性在学业与家庭上面的束缚，并推崇自由恋爱以及平等的婚姻制度。胡适就曾经发表文章，认为贞操是男女之间互相的道德，不应该只偏向女性。鲁迅也曾经批判说，要求妇女守寡守贞是野蛮的习俗。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对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带来了许多巨大的影响，许多人听到处女情节反而会认为那是封建时期的思想。不过更剧烈的撼动世界各国女性身体自主权观念的事件，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在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以前，有许多人都不认为女性拥有性欲，也不在乎女性是否有性高潮。当他们和男性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呢，重点只有服务男性的需求。而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开始之后，很多人开始提倡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性自主权，希望能够解除所有人在性别、性倾向、性关系以及性行为上面所受到的各种社会压迫。而随着运动的进行，年轻一代的人们开始认为，性不一定只有以男性为主的关系，而是能够有更多元的形式。而那些要求女性守贞，或者是用是不是处女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观念，都受到了大量的挑战。而这样的观念就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渐渐的传到了世界各地。在身体自主权的观念普及之后，越来越多人可以理解处女情节其实是一种对于女性的限制。根据一些统计调查，大约是在10-20年前，台湾对于处女情节有要求的大学生，不论男女，比例都已经低于1半以下。那当然，随着比例持续的下降，我们偶尔还是会在网络社群的讨论当中看到有一些男生仍然有处女的情节。不过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们大多都会主动表示，处女情节还是放在心里面想想就好，并不适合拿出来执行。而一方面，有人认为处女情节反映了男性的性独占欲望，希望另外一半能够完全的属于自己。而这种想法跟现在人人都能够追求身体自主权的观念已经有所冲突了。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人认为，拥有处女情节的男性并不会也同样的要求自己一直保持处男之身，所以只单方面的希望自己的女伴是处女，根本就是双标。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下，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在生活中实践，或是公开表示希望自己的女性伴侣是处女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可能会被网友或是周边的人给唾弃。不过这就代表现在已经不能够再有处女情节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后的观点时间一起来聊聊吧。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想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频道主页的这个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回到可不可以有处女情节的讨论，我们觉得处女情节本质上是属于一种择偶条件，而要设定怎么样的择偶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所以实务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绝对不能够有处女情节，但我们也不是要说这个有处女情节就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毕竟是不是处女大多时候呢只能反映一个人有没有性经验，但是如果想要经营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两个人的个性、价值观、经济状况、兴趣喜好、人格特质等等的面向，通常才是更重要的关键。就像一个人就算到了30岁还是处男，也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对吧？我们想说的是，在谈感情之前，把任何一种标准当成是绝对必要的择偶条件，无论是希望自己的女友是处女，还是要求男友呢一定要这个身高180、有车有房，都是一样的。为自己设定一个没有弹性的标准，很可能会让你很难找到理想的对象，甚至可能会错过适合的人。那么讲到这里，最后还想再提醒大家，不论你有没有处女情节，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再有错误的处女膜迷思。不论是阴道灌处女手术还是落红，其实都无法提供处女的证据，反而还有可能会破坏你与另一半珍贵的信任关系。那最后今天的提问就来问大家，你对于处女情节的看法是什么呢？ A 完全可以接受， B 完全不能接受， C 看状况可以接受，D 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处女膜真正的名字叫做阴道灌，还有人为什么会有处女情节。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男女约会时谁应该付钱，以及真的有可能找到灵魂伴侣吗？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